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号称血管清道夫的秘密食谱，据说它能降血脂、稳血压、治失眠，效果甚至胜过价值上万元的保健品。这听起来是不是很不可思议？而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个神奇配方的材料并非什么稀有药材，而是我们日常厨房里随手可得的两样东西。它们是什么呢？原来答案就是中筒苹果和红枣煮出的一锅汤。很多人可能难以置信，两个看似平凡的水果煮水，真的有这么大本事吗？今天就让我们深入探讨这背后的原理和奥秘，看看苹果加红枣这碗汤到底厉害在哪里。首先我们揭晓主角苹果红枣汤。在大多数家庭的厨房里，苹果和红枣可谓司空见惯，一个香甜多汁解渴，一个软糯滋养身体。两者看起来普普通通，但据说把苹果和红枣搭配煮在一起，对我们的血管特别管用，尤其是对那些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渐变硬、变窄的老化血管，不仅有缓解作用，甚至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忙打扫垃圾。这里说的垃圾可不是一般的灰尘，而是指我们血管里堆积的有害沉积物。你知道吗？苹果加红枣汤真正的价值，绝不只是表面上大家熟知的补气养血或补充维生素 C 这么简单，而是作用在血管内皮细胞自我修复的机制上。这件事说出来，估计有一半的人从没听说过。接下来我们就一步步来揭开这其中的秘密。要理解苹果红枣汤如何护血管，先得了解我们血管老化生病的原因。其实血管就像家里的水管一样，外表看着好好的，没有破洞，但内部可能早就积了一层厚厚的油垢。这种油垢就是医生常说的动脉粥样斑块。它一开始是胆固醇等脂肪在血管壁沉积，再加上发炎反应和钙化物质，时间久了就像老旧锅底的油渍一样紧贴在血管壁上。随着斑块越积越厚，血管内的通道变窄，血流速度减慢，血压因此升高，组织器官得不到充足的氧气营养。如果有一天斑块中的一小块突然脱落，随血流移动卡住了脑部血管，那就是脑梗塞。卡在供应心脏的血管就是心肌梗塞，生命往往就是被这样猝不及防的卡走的。所以说，血管中的这些垃圾斑块并非小事，它们埋下了严重的健康隐患。听起来很可怕吧？那我们的苹果红枣汤难道真能像通水管的强力水枪一样，把血管里的斑块冲得干干净净吗？事情没有这么简单。我们必须现实地说明，苹果红枣的作用重点不在于直接溶解斑块，而是在于从源头养护血管壁，让斑块不再继续扩大恶化，不再惹是生非。这是一种温和长远的养护，而不是立即溶掉多年沉积的静脉水垢。换句话说，苹果加红枣更像是为血管提供日常保养和维修，避免新的问题变严重，而不是一下子把旧问题大扫除。不过别小看这种养护，正所谓滴水穿石，长期坚持下来，血管环境的改善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健康转变。那么苹果和红枣到底凭什么有这样的功效呢？我们先来看看红枣。在传统观念中，红枣是补血的圣品，许多人都知道红枣富含铁质，可以补血养颜。但其实红枣对血管最大的价值并不在于铁，而在于它丰富的黄酮类化合物和多酚类抗氧化成分。红枣里的这两大类物质在进入人体后会转化成一些小分子，这些小分子能够激活血管内皮细胞的自我修复功能，这是相当了不起的机制。血管内皮细胞好比血管的内壁砖瓦，日积月累下来会受到伤害，变得坑坑巴巴，而红枣的有效成分就像维修工，帮助内皮细胞修补墙壁，使血管内壁变得平滑健康。更厉害的是，科学研究也发现了红枣在血管扩张方面的秘密。西安交通大学有一项研究提到，红枣萃取物可以上调 eNOS 酶的表达。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来 eNOS 酶是人体合成一氧化氮的关键酶，而 NO 堪称血管里最重要的扩张信号。当血管内皮细胞释放 NO 时，就相当于收到指令，让原本紧绷收缩的血管放松开来。血管一放松，管腔扩大，血流速度就会加快，血压自然下降。而且 NO 还有一个关键作用，就是抑制血小板在斑块受损区聚集成团。大家可能知道，
动脉粥样斑块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斑块表面一旦破裂，血小板纷至沓来，在那里集结，就会形成血栓，直接堵死血管，这才是致命的问题。NO 能让血小板不那么容易粘附在斑块上，等于从源头降低了血栓形成的风险。所以红枣通过提升 NO 水平，一方面让血管扩张降压，另一方面预防血栓，对心血管的保护作用可以说是一举两得。看完红枣，我们再来看看苹果。苹果表面看只是常见的水果，但它体内隐藏着一种相当厉害的物质——型坎苹果多酚。苹果多酚是苹果中包含的多种植化素，主要存在于苹果皮和果肉中的多酚类，具有强大的抗氧化作用。当我们吃下苹果或喝下苹果红枣汤，苹果多酚会在胃肠道被吸收，进入肝脏代谢，随后透过血液循环分布到全身各处，尤其是渗透到血管系统中去发挥作用。苹果多酚有一项非常重要的技能，就是抑制低密度脂蛋白 LDL， 也就是俗称坏胆固醇的氧化。我们常说 LDL 是坏胆固醇，但其实真正让它变坏的罪魁祸首是氧化作用。当 LDL 胆固醇在血液中被氧化后，变成了氧化型 LDL， 它就会钻进血管壁，像个捣蛋鬼一样吸引免疫系统的大胃王公公巨噬细胞过来吞噬它们。巨噬细胞吃得饱饱的，却吃不完这些氧化 LDL， 最后自己也累瘫在血管壁里，变成泡沫细胞堆积起来。这就是动脉粥样斑块诞生的过程。简单说，氧化的胆固醇粘在血管壁上，促成了斑块，而苹果多酚强力的抗氧化性能可以干扰氧化 LDL 的形成，等于在一开始就帮我们把这条斑块形成的路给部分堵住了，不让血管那么容易出事。从源头上减少坏胆固醇对血管的攻击，长期看来就会降低斑块累积和心血管事件的风险。这就是苹果对降血脂、护血管的核心贡献。除了多酚，苹果还富含可溶性膳食纤维，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果胶。在苹果红枣汤中，苹果和红枣经过高温熬煮，有一部分天然的糖分会释放到水里，使汤头带有甜味。有人可能担心，这样煮出的汤甜甜的，会不会升高血糖？其实虽然会释放一些糖分，但汤里的升糖效果还是在可控范围内，因为同时溶出的膳食纤维会帮助缓冲血糖上升。更重要的是，这锅汤里富含的可溶性纤维，尤其是果胶，进入肠道后有个妙用，它能紧紧抓住胆汁酸。胆汁酸是我们消化脂肪必需的物质，当果胶把胆汁酸抱住不放时，就会降低脂肪在肠道中的吸收率。同时，为了补充被纤维带走的胆汁酸，我们的肝脏不得不动用更多胆固醇来制造新的胆汁酸，这就间接促进了胆固醇从体内排出。结果就是血液里脂质沉积的速度减慢了，坏胆固醇浓度有机会下降。这听起来有点理论，我们用数据说话。深圳大学医学院曾做过一个研究，在大鼠模型中观察高果胶饮食对血脂的影响。实验持续了30天，结果发现老鼠血清中的总胆固醇浓度下降了近 26%， 1/4之多，降幅相当明显。当然，人跟老鼠不完全一样，但这个趋势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摄取足量的果胶纤维对降低胆固醇是有帮助的。苹果煮出来的膳食纤维虽不像浓缩提取的那么高剂量，但每天喝一碗，长期累积下来，也在潜移默化地为你清理着血液中的多余脂质。看到这里，我们已经了解了红枣和苹果各自对心血管的好处，一个侧重于扩张血管，避免血栓，一个侧重于抗氧化，降低脂质。那么两者强强联手，会不会带来额外的惊喜呢？事实上，苹果和红枣的组合确实有一个特别关键却常被忽视的益处，它们对我们的心律变异性 HRV 也有帮助。心律变异性听起来有点冷门，其实它是心脏健康的核心指标之一。简单说， HRV 是衡量我们的自主神经系统调节心脏节律能力的指标。数值高的人，心脏对压力、运动等刺激的适应调节能力强，数值低的人，心脏反应就比较呆板。好比一辆不会转弯的车，遇到突发情况，风险就大得多。那苹果红枣汤怎么会跟 HRV 扯上关系呢？原来
华中科技大学的一项心血管研究指出，在长期摄入富含多酚的天然植物性食物后，老年人群的心率变异性指标平均上升了约 9%。 别小看这区区 9% 的提升，这背后意味着心脏病风险的显著下降。因为一颗心脏如果能多一分灵活调节的能力，就少一分在紧急时刻出问题的可能。而苹果和红枣中都富含多酚抗氧化物质，它们的复合多酚正好具备提升 HRV 的潜力。换句话说，常喝苹果红枣汤有助于让我们的心脏更强韧、更稳定地应对生活中的种种挑战，从一个隐蔽的角度增进了心血管健康。这是不是很有趣的发现？现代科学开始证实某些食物组合能影响到如此高阶的生理指标，真是令人对食疗刮目相看。介绍了这么多好处，很多朋友可能迫不及待想知道，苹果红枣汤到底该怎么煮、怎么喝才能发挥它的最大效果呢？其实煮法相当简单，几乎不需要什么高超厨艺。材料方面，一般准备1颗苹果含5到6颗红枣就是1锅的量。当然你也可以依个人口味增减比例，先将苹果洗净，连皮带肉切成块或薄片，红枣稍微冲洗干净。如果是完整的干，红枣可以先去核，以免炖煮时带微苦的果核味，然后把它们一起放入锅中，加入约500毫升的水。煮法上可以直接用瓦锅或不锈钢锅小火慢煮，大约煮15到20分钟，直到苹果变软，汤色微黄，带点浓稠感即可。你也可以使用电锅，内锅放材料和水，外锅加1杯水蒸煮，跳起后再焖一下下。煮好的苹果红枣汤自然的甜香味已经很足，如果偏好甜一点，可以依个人口味少许加入红糖或冰糖调味，但建议不要太多，毕竟我们是奔着健康去的，糖分过量反而不好。这碗汤可以吃汤里的苹果和红枣，也可以只喝汤。如果你喜欢，也可以把煮软的苹果块压一压，拌在汤里一起喝下，等于多摄入一些纤维。一天中什么时候喝最好呢？下面我们要特别说说时间的玄机了。很多养生建议会说晚上临睡前喝红枣苹果汤效果最佳，这是有道理的。我们前面讲到它对血压和心脏调节的好处，而夜晚正是身体从白天的紧张状态过渡到放松修复的关键时段。如果这时候我们的血管依然紧绷，不够放松，就可能出现夜间血压难以下降的情况。有些朋友可能有体会，一到晚上躺下来，反而觉得心跳有点快，人有点心慌，翻来覆去睡不着。这其实往往和夜间自律神经失调、血管无法适时放松有关。白天我们分泌肾上腺素，让身体保持警觉亢奋。照理说，晚上肾上腺素水平该慢慢降下来，让心脏和血管歇工休息。但如果血管不够灵敏，到了该松弛的夜晚却仍然僵硬，心脏只好一直带着负担运行，难怪我们会觉得心悸失眠。苹果红枣汤恰恰适合睡前来一碗，因为它能同时作用于我们的血管和神经，帮助身体进入夜间放松模式。红枣中含有一种叫伽马胺基丁酸的成分，这玩意儿是天然的镇静剂，能抑制中枢神经的过度兴奋，让大脑从白天的紧绷状态中平静下来。难怪民间一直有说法，红枣能安神，尤其在中医里，红枣被视为养心安神的食材之一。另一方面，苹果富含的钾离子有助于调节体内电解质平衡。如果白天吃盐多摄入钠过量，晚上来点苹果红枣汤补充钾，能帮助身体把多余的钠排出，对于稳定血压很有益处。而且钾离子本身对心肌细胞的兴奋性有调节作用，简单说可以让心跳更规律平稳，不会莫名其妙跳得很快。所以晚上喝这碗汤，等于给紧张了一天的血管松口气，也给我们的大脑按下了暂停键，身心同时慢慢平静下来。许多人反映睡前喝一碗苹果红枣汤，整个人会觉得暖暖的，很放松，胃里舒服，心也定了，躺下后比较容易入睡。而且由于它改善了夜间心血管的调节，你的睡眠质量也可能提升，更容易一觉到天亮。这正对应了我们开头提到的第3大功效，治失眠，或者说改善睡眠。当然，如果有严重失眠症状的人，可能还需要配合其他调养，
但红枣苹果汤至少提供了一个天然无副作用的助眠途径。对那些因为心血管因素导致夜晚睡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这碗汤更是非常贴心的良方。讲了这么多，相信大家对苹果红枣汤为什么能降血脂、稳血压、助眠的原理已经有了全面的了解。我们不妨总结一下，红枣提供了黄酮褐多酚，激活血管修复，并增加一氧化氮，让血管放松，预防血栓。苹果提供了多酚抗氧化来阻止坏胆固醇搞破坏，还有纤维果胶来降低脂肪吸收，附带提供钾离子调压，两者一起熬煮，营养融合在一碗汤里，长期服用能逐渐减少血管的氧化损伤和油脂积累，让心血管保持年轻弹性。同时，红枣的 GABA 和苹果的钾让神经和心跳都更加平稳，晚上睡眠更香甜。难怪有人把它称作血管清道夫，认为每天喝上这么一碗，血管里陈年的垃圾都被一点点清走了，血压稳得像磐石一样，而夜晚也能安睡到天亮。这些说法虽然有些夸张的成分，但并非空穴来风，正是我们前面详细解析的每一项科学作用累积起来形成的结果。不过，在鼓励大家尝试这个养生汤的同时，我们也要保持科学理性。红枣苹果汤固然好处多多，但并不是灵丹妙药。如果你的血管已经有严重的堵塞或心血管疾病在身，该看医生吃药的还是要照医嘱进行，千万不要以为靠每天一碗汤就能替代一切治疗。苹果红枣汤更适合作为一种预防保养和辅助调理的方法，在问题初期或日常保健时发挥作用。它的效果是潜移默化的，不是让你明天马上血压就从180降到120那种速效。因此，请保持一个平常心，将它作为健康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而非唯一的救命稻草。正如心脏科医生所强调的，调理心血管最根本的还是生活习惯和整体饮食模式。科学研究证实，效果明确的饮食法，例如著名的 DASH 德蔬饮食，专门用来降血压的高蔬果、高纤维、低钠饮食，以及 Omega-3 丰富的鱼油补充等，都值得参考。而苹果红枣汤正好契合了均衡饮食中的一些要点，增加水果纤维摄入，摄取植物多酚，减少高脂高盐食物等。我们与其寄望某单一食物有奇迹，不如把这碗汤纳入日常，配合清淡均衡的饮食和适度运动，共同来维护血管的健康。这样双管齐下，长期坚持，才能真正让血压血脂逐步达标，精神状态也越来越好。说到这里，有些朋友可能会问，医生好像很少主动提这类食疗方法，他们是不是不太相信？其实并非如此。很多医生平时不太推荐所谓偏方食补的原因，往往是怕病人本末倒置，万一病人误以为只靠红枣苹果就能治病，而延误了正规治疗，那就糟了。所以医生讲求证据为基础，他们需要大量临床试验数据来证明一种食物的疗效，才能放心推荐。然而，这几年已有越来越多医学团队开始重视非药物干预的研究，发现许多传统养生方法确实有科学依据。例如，我们上面提到的多项研究，正是来自医学界对食疗的探索成果。所以，与其说医生不相信，不如说他们保持谨慎态度。同时，也有一些开明的医生在临床中观察到病人生活方式改变带来的巨大作用，因而默默支持这类慢调慢养的方法。就像有的医师比喻，靠药物好比强行把歪斜的树枝拉正，它当下有效，但压力大；而靠食疗生活调理，则像慢慢浇水施肥，改善土壤，让树木自己长得正，长得健康。两者各有作用，但后者更根本，更持久。苹果红枣汤就是属于这种润物无声的呵护力量。也许再过些年，当更多研究结果出炉，医生们会更有底气地告诉患者，每天晚上喝一碗苹果红枣汤，对你的血管确实有益。最后，我们再强调一下坚持的重要性。3天打鱼，2天晒网湿地，偶尔喝一次，可能很难有明显感受。毕竟，人体的改善是循序渐进的。如果希望从中获益，请给自己定个小目标，例如连续3个月，每晚喝一碗看看。有些人也许在几周后就感觉到变化，比如早晨起来精力更好了，头晕耳鸣减轻了，
晚上睡眠踏实一些了。如果能做个健康检查，你可能会欣喜地发现血压比之前稳定，胆固醇指标也有下降的趋势。即使变化不那么快，只要方向对了，就值得继续坚持。把这当成一种每日的小仪式，白天劳累奔波，晚上煮锅苹果红枣汤犒劳自己，不仅暖胃暖心，还在默默改善体内环境。正如我们前面比喻过的，这就像每天扫地一点点，家里就不会积太多尘土。你若一个月不扫，哪怕有再好的吸尘器一次，也很难彻底搞定。同理，天天为血管做点小清洁，胜过等问题严重了再去猛药去病。这种日积月累的力量，看似平凡，实则最为可贵。回头再看，苹果红枣汤这个偏方之所以流传，很大程度上因为它抓住了养生的本质，用天然的食物调动身体自身的修复力量，循序渐进的改善健康。与其花大钱买各种夹杂添加剂的保健产品，不如善用手边的天然食材。苹果几十元就能买一大袋，红枣价格也亲民，但它们包含的营养和功效却价值千金。有人打趣说，一碗苹果红枣汤胜过市场上那些号称能清血管降三高的万元保健品。虽然这句话有夸张成分，但也提醒我们，保持健康不一定非得花大钱，关键在于掌握正确的方法并持之以恒。当然，我们并不是贬低所有保健品的作用，只是想强调食品胜于药补的道理。与其迷信神奇药丸，不如从每天的一日三餐下手，调理好自己的身体。毕竟自然给予我们的疗愈力量，其实早就蕴藏在那些朴素的果蔬五谷之中。苹果和红枣就是最好的例子。一种西方谚语说 An apple a day keeps the doctor away，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东方自古也有一日食三枣，百岁不显老的民间俗语。东西方不约而同地把长寿健康的希望寄托在这两种水果上。尽管说法简单，但背后的道理如今正被科学一一证实。总而言之，苹果加红枣煮出的一锅汤，看似简单，却汇集了现代营养学与传统养生学的精华，既有科学验证的降脂抗氧化机制，也符合中医补益气血、养心安神的思路。它不能包治百病，却可以成为我们日常养生的一部分，润入细无声地呵护着心脑血管和神经系统。当你坚持一段时间后，或许会惊喜地发现自己的身体正在悄悄变好。想象一下，血管干净了，像疏通的管道一样输送畅快，血压稳定了，不再无故飙高，让你头晕难受，睡眠改善了，夜晚不再辗转难眠，而是安然入睡，直到天明。这些改变叠加起来，就是更长久的健康和活力。不需要浮夸的宣传，也不用昂贵的代价，只需善用手中的苹果和红枣，加上一颗恒心。从现在开始，给自己煮一锅香甜的苹果红枣汤吧，为你的血管洗个澡，为你的心脏减减负，为你的睡眠加把锁。坚持下去，你的身体一定会感谢你今天做出的这个明智选择。相信健康的奇迹其实就蕴藏在这每日一碗的朴实汤水之中。祝愿大家都能喝出好血管、好气色，收获高品质的长寿人生，安康